哇，哦，好大的房子哦！哦，哇，好气派的装潢哦！不愧是大律师的家，真是漂亮。哎，你们两个走很快哈。那你们两个先稍微休息一下，看要不要做功课还是什么的。我去厨房准备吃的东西给你们吃哈，马上就回来哈。姐姐，我的手机掉床底下了，你可以帮我拿吗？我拿不到。哦，好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不喜欢。我不喜欢的人是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很笨。啊？可是跟我相处过的人都觉得我很可爱。啊！变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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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听好了，我们不需要保姆，所以你也不用白费心机讨好我们。不管你怎么做，我们都会把你赶走。我不走，打死我都不走。还不走？哦，反正回家也一个人啊，就干脆待晚一点啊。要看书把灯打开吧，我没有那么小气啊。走的时候记得把门窗关好。知道了。喂，回返啊，21号，确定？好，我知道了。OK， 拜。米想，把那天行程取消，对不对？啊，也对啦，都那么久没见面了。哎，可是我要提醒你哦，别忘了先去拿戒指哦。哇，没想到冷血律师居然瞬间变成天使，爱情的魔力真是伟大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错了啦。哎，都要考试了，还那么贪玩。那我现在考考你。考试哦。宪法第6条是什么？宪法第6条是。说，快说，快说，快说。wine。向宇平先生，恭喜你通过了。
回来了。哦，看到鬼哦？没有啦，那辛苦了啊，我去楼下整理东西了。你要干嘛？过来，过来啦！啊，是鸡鸡哦。没有了吧？啊，没什么事，我先下去了哈。都睡了吗？都睡了，睡了，很好很好。你没事不要去吵他们，睡了。其实我们相处的不错啦，我们今天玩很久哎，玩超久的。如果他们太皮的话，你可以凶他们，没关系的。啊，不会啊，怎么会皮呢？他们都很可爱啊，可爱极了，而且对我都客客气气的。好，你流鼻血了？对不起，怎么想？应该是天气热，火气大了，火气大了。老板，我都说的差不多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家了。好。肚子饿？冰箱有东西啊，不要客气。真的吗？再来。虽然跌倒摔不坏大脑，却常把人吓跑。爱哭爱笑，哦，自我的感觉良好，却渴望被拥抱。直线条，人太好，没人要。好无聊，天大的烦恼，哭过就忘掉，做个单细胞。看不出来，个子小小的这么能讲。你也想吃吗？不要吃啊，我煮很多了。哦，还好，我吃这边就好了。还蛮会煮东西的哦。啊，穷人家嘛，想吃什么又没钱买，所以只好发挥自己的创意喽。我记得以前阿德也很喜欢吃我煮的东西。阿德，阿德，怎么突然提到阿德？阿德啊，他是我们家以前养的一条公狗啦。哦对了，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你会因为自己是同性恋的身份，担心别人异样的眼光吗？当然不会啊，拜托，都什么年代了？你的家人，我是说你的姐姐啊，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啊，什么时候啊？很久了，也没有很久啦，就是有一点久，又没有很久啦。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知道的啊？都没有觉得不舒服的感觉吗？哎呀，肚子好痛啊！东西不能不要再吃了啊！会吧？你就看讲说你要去然后你就走人哦。不然呢？继续坐在那边给他一直问，一直问哦，问到我都脸红心跳哦。哎，等下，脸红心跳，我警告你哦，你不准喜欢上他哦，不然那是要赔钱的。哦，赔什么钱啦？这你在想什么啊？我是说，我像个犯人一样坐在那边被他一直问，是你会不会脸红心跳？哎呦，这样下去啊，我迟早会发疯的啦！这，你想想看，有没有可能他已经发现什么？等下，我想一下，哦，这个不行哦，你先去倒垃圾，我帮你想一下。
到吗？我问你哦，他问你话的时候呢，他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？哎呀，谁会记得啊？那么臭，拜托。哎，这很重要，好不好？都是你啦，死要钱，说什么我只喜欢女生，我真会给你害死哦！你要说我嘞，拜托，你也不想想看，到底是谁先在他面前跟女生那么亲密的？哎，那个是叶玲，她先那个。好了，不要讲了啦！吵什么吵？幼稚！不行啦，我们现在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。你想想看吼，以老板那么聪明的头脑，他一定很快就会猜到到底怎么回事。哎，我问你哦，你有没有那方面的朋友？哎，我也没有嘞，怎么办？哎呀，燕玲，搞不好燕玲有认识我，还要问问他。喂，燕玲，我是果果啦，我是想要问你。说什么？大声点，我听不到。我说我想要问你，那个你有没有同性恋朋友啊？朋友？什么朋友啊？同性恋的朋友啦。你那边很吵，很大声，耳朵很痛哎，你在哪边啊？剧场？我拜托，我都几点？你那边干嘛？啊？好不好？有人哎！你确定他是老师吗？他看起来像中邪。哎呦，他在退嘎啦！看，等一下神明就会走了。哎呀，你们不懂啦，这叫做暖身，专业的保养人士都会这套哦。我本人一直很钦羡同志朋友在艺术领域上面的先进成就，所以为了增进我的 art， 我在揣摩同志心境这一部分下了一番的苦功。所以你们如果想要知道同志的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，找我就对了。啊，那太好了，老师，麻烦你啊，教教我妹妹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 T。你不要看她外表很像哦，其实她骨子里超娘的。对对对，果真的超娘的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娘不娘的？我本来就是女生，好不好？忘掉你的观念，从归零开始。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，什么司机啊？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一个很伟大的表演艺术家。他所提倡的表演方式，要你去模仿你要表演对象的外在开始。一个 T， 他会去掩饰自己的女性性征，他们会穿运动内衣，甚至把自己的胸部绑起来，看起来胸部就变得不明显。这一点你做得很好，完全像是没有胸部的样子，好像是你从娘胎开始，上天就没有赐予你这个部分。哦，谢谢老师哦。那请问一下，还有什么要注意的？不要做奇迹，用你的身体来记。站起来。用 T 的内在走几步路给我看看。这是 T 的内在吗？这是只老鼠，一口很大，一口比一口 you know。 3000块，快死了！他以为他上 EMBA 啊！杨姐，这2天没在讲价了啦。就是要潜藏的那一部分，前走。让小姐来接你们，去开门了。哎，早，气色看起来不错嘛。哎，干嘛啦？早上
反应是什么吗？他的反应是 I don't give a shit， 他一点都不在乎的。那就这样，拜拜。差不多100次了，该上学了。杨小姐，啊？可不可以请你跟你上次那个餐厅的女朋友到我事务所来一趟？有事情想请你们帮忙。啊？哇，真没想到你的新老板就是上次害你被开除的那个人哎。我记得他好像还蛮帅的哦，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哦？讲话小心一点啦。我们现在假装是情侣耶。还有，我警告你哦，待会你看到他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露出一副你很喜欢他的表情，听到没有？那我不是吃亏很大？哪里很大？好了，要不要喝点什么？我请人准备。啊，不用，喝水就好了。好，请坐。很抱歉把你们2位找来。不会啦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有个当事人，他是一个老师，那平常他教学认真，也是送学生来带。不过他的发言得罪了学校，所以学校想要找一个理由把他开除。他们找到的理由是，因为他是同性恋。哦，这个理由真是烂到爆嘞！同性恋爱到他们了吗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做什么事啊，果果？对啊，可是这关我们什么事啊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请2位协助我的当事人，请他不要轻易放弃在法律上的权益。啊？不太好吧？杨小姐，如果当初我以你是同性恋者，而不适任于我侄子侄女的保姆的话，你会服气吗？就像学校不应该拿这个理由判定这个老师不适任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如果2位就此袖手旁观的话，那么以后当你们因为同样的理由被人家欺负的时候，也一样，别人一定不会觉得是错的。错误的观念能否被导正，学生会不会失去一个好老师，就看你们现在的决定了。你说太有道理了，我支持你。果果，我不能那么自私，我们为同志努力呀！我们要让大家知道，同志不是好欺负的。不是说好了去演出戏的吗？干嘛那么认真啊？什么一场又一场的，要加一场，哪有那么多场啊？啊？开声援记者会，有没有必要把事情搞那么大？哎，燕玲，哦，你真的很爱演呢。哎呦。你们2个够了哦！哦，你吃这个啊，吃这个我就不闹你。姐。你们2个，老佛爷，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！姐，我们集任务用完了，他不肯投降呢。哼，我就不信。
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没得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人生。哦，女孩喜欢你的花裙摆，见你告白别见外。你弄坏了！我是故意的啦。是故意的？哪一个杀人犯会说自己是故意的哈？叫你打勾勾，你可以给我搞到倾家荡产，你要跟爸爸一样搞到我们杨家破产，你才开心是不是？啊！我决定了，听你的，卖了。卖什么？放开！反正我不是被那个老板给逼死，就是被那两个人小妹真的是不如死了算了。你冷静一点，把刀给我。啊！趁我现在心肝脾肺肾还活溜溜，还可以卖个好价钱，我死了吧！冷静点，吸气，把眼睛闭起来，吐气。啊，没有事情不能解决的，很多事情姐姐会帮你处理的，你不要怕。记不记得之前我们饿了一天夜，也是姐姐帮着你啊，骗了路边的小男孩的冰才把你喂饱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冲动，什么事情姐姐帮你。玉香，报纸。哎，你们有人看到梅香吗？他说要先去银行一趟哦。银行4点半。班长没有说人家打他吗？走开！说吧，究竟要怎么样，你们才肯放过我妹？我们不需要保姆，尤其是像她这么笨的保姆。今天就算你们赶走了我妹，你们的叔叔还是会找新的保姆来照顾你们。可是问题是，已经没有保姆愿意接你们这个案子了。所以下次当你们的叔叔在问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强力推荐这一位。跆拳道3段，剑道4段，因为教学太认真而摔断了5个小孩的腿，目前在家待业中。我想他应该很乐意照顾你们哦。叔叔不会答应的。小妹妹，你觉得你们的叔叔是会听你的，还是我的呢？和平相处好吗？我希望张先生可以从他们中看出，这世界上越来越多人可以理解同志族群。只要有良好的沟通，我相信你的家人一定会给你最大的支持跟鼓励。这一点真的不用担心。对啊，我妈咪都说会祝福跟果果耶。不可能，杨小姐，你家里只有你姐跟你2个相依为命。徐小姐，你是单亲家庭，这样子看起来你们2个压力自然很小。可是我不一样啊，我爸跟我妈2个人的观念又传统又保守，而且2个人都是老师。如果要我出柜，那不就是逼我做个不孝子吗？问题是你可以瞒他们一辈子吗？如果他们要你结婚怎么办？那就结啊，反正现在很多同志都这样啊。算了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不想再争辩下去了，等要签和解书的时候再通知我吧。张医生，你觉得你的爸妈爱你吗？当然爱啊，所以我更加不能伤害他们。可是，如果他们知道你假装是异性恋，你觉得他们舍得你一个人独自承受这种痛苦吗？如果他们真的爱你，他们就希望你是幸福的啊。
我相信真爱是不讲条件、不问理由的。就算从小到大，你的老师、你的父母都告诉你同性恋是不对的，可是你还是爱上男生了，不是吗？这就是真爱啊！没错，我也这样爱上果果的。我不是要你一定要出柜，可是你对于你的父母应该诚实以对才对啊。就算以后他们不希望你说出去你是同志的事情，但是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幸福给牺牲掉吧？你说的对，至少我应该试试看。为了我的幸福，我应该勇敢的去试试看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点醒我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不知道要跟谁讨论这个事情。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点醒了我。没什么啦，同志一家亲嘛，不要客气。向律师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不会啊，谢谢你一直支持我，谢谢。杨果，你干嘛心跳那么快？他一个月付你15万，不是要你看着他流口水的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呼巴掌！啪啪啪啪啪！向律师真的好帅哦，尤其是他笑起来的样子，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他了耶！不可以，你绝对不可以喜欢他。他虽然外表看起来高大帅气，笑起来又迷人，可是他是个冷血无情的律师。如果你喜欢他，你就倒大霉了。我先去外面等你，我们慢慢聊哦。不好意思哦。不会。哦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他刚刚听到那些话，不知道会怎么想哎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谢谢你。啊？谢谢你说服我的当事人。要不是你能站在他的立场替他着想，我想他不会明白他失去的不只是法律上的权益，而是他自己的人生。哦，原来你在谢这个啊，小事情啦。难道你以为我在谢谢你刚刚说我冷血又无情吗？不是那个意思啦。我知道，你是担心你的女朋友喜欢上我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你长得帅死，大家都会喜欢你啊。你应该要对你自己更有信心一点啊！我相信当年的女朋友一定很幸福的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在想什么啊？你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处理，不可以。香肠，噔，真的是太佩服我自己了，竟然可以这样一路过关斩将。我的危机能力处理得那么好，应该找我入阁才对。我说大卫兄啊，你应该特别感谢我吧？啊，从来没有那么暖过，对不对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干嘛把我的大卫雕像穿得这样娘娘腔的？老板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啦。把它脱掉。哎，等一下，老板，等一下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仔细想想嘛，你看玉飞、玉婷还那么小，也用不着让他们那么早就开始了解人体的奥妙吧？尤其是玉飞，你看小女孩，她是个小女孩哎，一天到晚看着一个外国男人的裸体，这成何体统？不 OK 的啦，不 OK。
我看是你看不习惯男人的裸体吧？对啊，不穿衣服很恶心哎。拜托，这是艺术品哎，小孩子怎么会看不习惯？把它脱掉了。哇，他为什么给我穿衣服呀？可爱呀！之前他不穿衣服，我都不敢看他，他现在这样真的好可爱哦。大姐姐，你下次让他换成变形金刚的，你会不会？变形金刚简单啊 ，OK。可是你们要问叔叔可不可以哎？拜托啦，拜托。好啦，我先说，穿变形金刚就太超过了哦。我家拿一些我不要的西装，拿去改良穿。谢谢。不要以为我们是喜欢你才救你的，要不是那个臭姐姐威胁我们，我才懒得理你耶。我们走。大姐姐，如果大卫鼠不能穿变形金刚衣服，可不可以借我穿？当然可以啊。你要穿他做的衣服，除非你和大卫鼠一样手断掉。谁的手断掉啊？没有人手断掉啊！你看，来，我手好好的，他们两个也是好好的，珍珠跟新的一样哦。让开！让开啊！事情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这真的是个意外，这真的是个意外啊！我想说，我这个月的薪水都还没有领到，事情就被我搞成这样，我姐一定会被我打死。可是我有努力在挽回，我真的有在挽回。你看，我发誓，我这个月薪水拿到了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，拜托，这就不要开除我，姐姐会把我打死。如果你每次道歉都要用下跪的方式的话，我不是被你跪死啊！放心，我扣你薪水。叔叔，你不是最喜欢这个雕像吗？平常连动都不是我们动它的吗？他的手断了，为什么你还帮他瞒着我？我想这件事情跟你们也脱不了关系吧？真倒霉。玉婷，我们走。放心，你是目前跟他们相处最好的保姆。我如果开除你，我不是自找麻烦啊。这西装拿着，先把它披起来。好，谢老板。拜拜，乖乖上课哦。拜拜。没有。杨果啊，杨果，啊，3天3夜没有被整嘞，我看你苦尽甘来，修成一个正果喽。好，接下来干嘛呢 ？OK。是吗？是你这么巧？不认识你吗？你忘了我啊？你还送过我毛衣啊？毛衣？嗯？啊！你是那天我喝醉的时候听我胡说八道一整晚的大好人，哦，有够巧的啦！那你这边干嘛？该不会是你把房子买了吧？不是我，是我客户的。客户？哦，所以你是设计师哦。嗯。啊，那你可不可以让我进去看房子啊？因为我以前小时候住在这边，里面有好多回忆，我好想去看一看哦，拜托。那有什么问题？走，来吧。你真的是好人呢。欢迎光临。哇，
这里都没有变哎，好怀念哦。我姐常说啊，只要她有钱就要把自己买回去。亮亮，姐，我要那个蓝色的鞋子。哦，好，我拿给你。以前我们两姐妹小的时候啊，最喜欢在那边玩芭比娃娃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来办一个舞会。好啊。我妈小时候啊，每一年都会帮我们办一个非常非常豪华的生日派对哦。那时候都有好多的客人，桌上就摆满了所有客人的礼物。可是我那老爸每一年都忘记，但是有一年呢，他有记得哦。然后他送了我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礼物啊，我好开心哦，真的很开心。好漂亮的弹珠哦！哎呦，这不是弹珠，这是神奇魔法球啊！只要你真心诚意的跟他许愿，他就会发出光芒，然后实现你的愿望，知道吗？哇，真的好神奇哦！这么大的房子要重新装潢，得花不少时间。如果你想要参观，随时欢迎你。啊，真的吗？哇，谢谢你，人真的很好哎。啊，对了，有样东西不知道还在不在。哦，哎呦，好像有哎，啊，还在哎，还在！啊！哈哈，我的宝贝们！啊，小兔兔，想念你哦！大橡皮，哎呦！让我们欢迎活动代言人丁慧凡小姐。林小姐，听说娜娜陈立跟立鹏进军好莱坞，你们俩是不是在交往？之前《水果日报》拍到你跟企业家第二代在巴黎街头漫步，请问他是你的新恋人吗？究竟才你男朋友呢？到底是企业家第二代还是娜娜陈立呢？到底跟谁在一起？林小姐，你跟小回答我一下。小姐，请问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到底是企业小八还是娜娜有男朋友？各位媒体大哥大姐们，我们受访时间到了，我们要继续赶通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林小姐，林小姐。这些八卦记者真是有够无聊的。就是啊。哎，对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放心，一切都打点好了。别忘了，下午4点通告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快点。《水果日报》拍到你跟企业家第二代在巴黎街头漫步，请问他是你的新恋人吗？究竟才你男朋友呢？到底是企业家第二代还是娜娜陈立呢？到底跟谁在一起？林小姐，你跟小回答我一下。小姐，雨萍，是什么关系啊？到底是企业小八还是娜娜有男朋友？各位媒体大哥大姐们，
我们受访时间到了，我们要继续赶通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些记者就是唯恐天下不乱，你不要因为这些八卦搞得自己心情不好，好不好告诉大家你有男朋友真的有那么困难吗？我不懂你究竟在顾虑什么。雨萍，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之前就讨论过吗？你要知道，我的工作性质不一样。再说，我是偶像哎，偶像就是要跟观众保持距离，让他们有遐想的空间啊。好啦，不生气了，好不容易相处一下，你不会把这个时间浪费在吵架上吧？这样要怎么相处啊？在这种地方偷偷摸摸的，你有没有顾虑过我的感受啊？等我一下。喂。哦。干嘛？不是说好给我2个小时吗？又跑来烦我。有狗仔发现了，到处在打探你的行踪，你必须赶快离开。什么？慧凡，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来啊。雨萍，我们的话还没有结束哦，等一下我会去找你。我先走了。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没得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。哦，女孩，喜欢你的花裙摆，见你告白别见外。这么大的房子，烧起来真的会死人啦！地板凉凉，好舒服。因为地板是我擦的。马球，好久不见啊，你好吗？我知道我很笨，我知道我努力很不够，可是我没有很想要成为有钱人呢。我只是在想，什么时候才会出现一个真心爱我的人呢？希望这个愿望不会离我太久，希望这个愿望不会太晚实现哦，好吗？真的假的？有人知道说我不在。身体不舒服要去看医生。干嘛？妈。你下次不要把那么奇怪的放嘴巴里啊！谢谢你救了我一命。怎么了？你身体不舒服？哦，我常听我姐说你常常胃痛哦。药在我那里。哈？药在我外套里。哦。吃药啊，要保重哦，不要啰嗦。还好吧？偷偷摸摸的感情，不曾让你感到心痛吗？啊？
么时候才会来？我的脚很酸。等耐点，应该快了。对不起，怎么那么慢啊？我们等很久了。对呀。对不起啦，家里发生一点事情，所以耽搁了，对不起哈。哎，你们2个今天要乖乖的哦。你叔叔身体不舒服，现在吃了点药，已经在休息了哈。对，叔叔生病，他吃药好多了。来，走了，我们回家啦，回家啦，走，回家。到家喽。哎，你们2个先上楼休息一下，马上就有东西可以吃了哈。那当然，我这招可是从偶像剧学来的，可以学到不省人事的感冒药。姐姐，这招真的有用吗？绝对有用。叔叔可以忍受我们调皮，但是绝对不能忍受保姆喜欢他。等叔叔醒了，看到这一切，一定会赶走他的。好办呢。Hello， 乖，给你们巧克力。对了，叔叔呢？叔叔在房间睡觉啊。好，来。雨萍，雨萍，雨萍。啊，你再让人家睡一下嘛。向雨萍，你快点起来，起来！怎么会这样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你不是个叮叮叮，我是他女朋友。你是谁啊？哦，我是新来的保姆，你好。走开！雨萍，雨萍，你起来啊！他上次老板他身体不舒服了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给我下去，下去！我都要问你了，勾当你们老板是你的工作吗？跟老板上床是你的工作吗？我没有问他。向雨萍，别睡了，你给我起来！慧凡，你眼里还有我吗？你怎么会在这？我才要问你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们2个为什么会在床上？那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老板，我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闭嘴，向雨萍，我真是想不透哎。我工作那么忙，你居然背着我。你知道外面有多少狗仔在追我的丑闻吗？你居然背着我跟一个这样的保姆，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？说啊！根本不让别人知道，不是吗？还是要我现在打给我认识的记者，告诉他们说我就是丁慧凡的男朋友。只要你为我们现在马上结婚你不要模糊焦点。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你跟这个保姆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相信我就对了。我怎么相信你？我相信的是我眼睛看到的事实。好，我怎么说你就不相信我？那我们干脆分手好了。老板冷静一点，没有事情不用搞。闭嘴！分手？这可是你说的，你不要后悔。这是谁出的主意？说啊！这跟我无关，是姐姐自己跑进叔叔房间的。还说谎！我以为时间一久，这种欺负保姆的无聊游戏你们也会停止，没想到你们还变本加厉啊！你把人抬到我房间去，跟杨小姐道歉。
我说跟杨小姐道歉。老板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小朋友明天还要上学呢，快跟叔叔说对不起，快点。早知道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，当初我就不应该收留你们。你可以不要啊，我又没有求你。姐姐等我。哎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不要乱跑！老板，他们不过就是10岁跟4岁的小孩子嘛。如果你可以多关心他们一点的话，或许他们就不用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你的注意了。我去找他们。玉婷。只有我了解，所幸福看着，没别时刻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。哦，女孩，喜欢你的花裙摆，见你告白别见外。你在哪边啊？玉婷，你们在哪边啊？玉婷，哎呦，这么晚了，怎么办啊？玉婷。不要哭，我会保护你。姐不要哭，我会保护你。玉婷，其实你们的心情姐姐能够体会。姐姐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跟你们一样，失去了一切。突然间，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就这样消失不见了。所以我每天都跟老天爷祈祷，祈祷着这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。可是，每当我一觉醒来，一切都没有改变。别对你说好听话了，要不是为了钱，要不然跟你好吗？你再不会了，怎么样？都被我说对了吧？你走，我不让你走。姐姐不要难过，我会保护你。哇，哎，没想到啊，以气质好、甜美著称的大明星，那个凶起来超吓人的耶。我看老板明天心情一定又不好。对呀。算了啦，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不要带到办公室去做，不然被骂。怎么以前都没有听你讲过说，你们老板跟丁慧凡在一起啊？哎，拜托，老板的私事啊，总不能乱讲吧？哎，可是我跟你讲哦，你现在知道了，你也不要到处去乱说，嘴巴给我紧一点哦。听说啊，他们2个大学时代就已经在一起了，而且还是我老板从他好朋友手中抢过来的呢。真的假的？啊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哦，事务所他小王他学长的老婆是我老板学妹的好朋友啊，他跟我讲的。哦，11点了啦，不行啦，上班迟了，走，不要走，去睡觉。走。哎呀，那个牙膏还可以再用1次啊，用完再换新的。哎呀，不是在讲那个啊，我是在想哦，老板那2个小鬼啊，被他骂了以后真的很沮丧哎。可是看他们2个有够可怜，要不要帮他们一下？哦，你要是真的那么闲的话，会把那个东西拿去做一做啊。因为帮他们，不要说他们不会感激啊，如果到时候反过来害你哦，你就知道。哎，你有2张啊？哦，你看，掉了哦，用这张啊。哦，好热哦，
看一下啦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你还在看啦？电费，最近电费要涨，你不要动不动就为了小事情要开灯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你不记得了？小时候我偷视你那本书被你骂得要死啊！今天我在旧家把它翻出来了呢，你看。哦，刚刚不知道是谁说电费要涨，不要开灯哦。哇塞，连冷气都能开了。好凉哦！啊。姐姐等我。早餐不吃啊？早餐很重要哎。哎，等等我啊！叔叔并不是不爱你们，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相处啊。你们再给叔叔一点时间好不好啊？啊？来，姐姐帮你。不要你鸡婆。叔叔。哦！你怎么没来看我们啊？哦，有没有乖啊？呀。有哈。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。对不起，我知道。我想起来了，你们是朋友。走，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有事谈，继续再说吧。在学校上课要乖哦，听老师的话，好不好 ？OK， 拜拜。还不快点，我们差点快迟到了啦。哦，好了好了。他是我约来的，你知道他谁啊？凭什么这种态度跟他说话？亲爱的，你有听教训他吗？完蛋完蛋！刚刚那个小姐，她是那两个小鬼的保姆。啊？姐啊，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一大早跑过来找你？慧凡找过你啊？他怎么跟你说？说移情别恋，还是说被他装进在床？你是这种人，我想这里头一定有误会。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最了解我的人竟然是你，不是他。哎，你不能怪慧凡啊！毕竟谁看到自己的男朋友跟一个女孩躺在床上，都会失去理智的。我说同学啊，你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他应该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吧？真相就是，这两个小鬼在他水里面放了感冒药。我呢，因为安眠药吃太多，睡得不省人事。我怎么知道我醒过来会看到他？所以跟你躺在床上的那个女孩子，就是刚刚那个保姆。你不记得他吗？上次在那个餐厅，他跟一个女生很亲密，他根本就是喜欢女生，好不好？宝贝。
情，居然连信任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他居然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你。玉萍，我想有件事应该好好跟你聊一下。只有温柔将这幸福看着，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人生。哦，女孩，喜欢你的花裙摆，劝你告白别见外。我们又见面了，怎么找我有事吗？有事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能不能过明年的生日就看你了。你刚不是跟我老板见面吗？嗯，那他有跟你提到我是个同志。有吗？有啊。那你有没有跟他说我不是？当然有啊，我非常郑重的帮你澄清，你不是。而且我还跟他说，你有一个交往很多年，但是差劲的男朋友。我跟你开玩笑的啊，我什么都没讲啊。真的？真的啦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要给你吓死！哦，要不然我真的被我姐打死了。哦，幸好不用去割我的肾脉，我的肺。哦，好险。你还蛮可爱的。哈？很可爱。唉，只能说长久的分离，让两个人的情绪都到达了爆发的边缘，而你刚好是最无辜的受害者。放心啊，我会跟慧凡解释清楚的。那就好。不过我应该要开心哦，大明星竟然是我的素哎，可见我是个不可以小看的对手哦。你这样很好啊，你不要一直觉得自己很差很笨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让人无法忽视的优点。真的啊。不过才见过那么一次面，他竟然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哎。哦，这么好的人，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哦？听说啊，他们两个大学时代就已经在一起了，而且还是我老板从那好朋友手中抢过来的呢。哎，该不会就是他吧？哎呦，真是的！要是我啊，我一定选他。干嘛一直看我？我脸上有东西啊？没有啦，我只在想啊，想说你怎么会认识大明星？好特别哦。他是我大学同学。哎，对对，待会我要和慧凡碰面，要不要一块来？啊？去干嘛？没人，可以下车了。好啦，笑一个嘛！你看这么大一间房子都是你一个人辛苦赚来的，应该开心的不是吗？餐厅的格局我不会大动，但应该是以这种风格。慧凡，可中，嗨，丁小姐你好。她怎么会在这里？她是谁呀？就是躺在向雨萍身边的那个女的。她？不会吧？向律师该看眼科了。慧凡，我已经问清楚了，这整件事呢，就是雨萍家那两个小鬼为了赶走保姆所想出来的把戏，他们用药迷昏了杨小姐还有雨萍。对啦对啦，真的是这样子啦，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，你真的误会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其实老板他真的很爱你哎，他因为跟你吵架不开心，然后喝酒喝到胃痛哦。是他跟你说的吗？没有啦，我用猜的啦。他那天回家喝醉醺醺的，我想应该是跟你吵架了吧。
狄小姐，你放心啦，老板他不可能喜欢我这种丑小鸭啦，哈，我也不可能喜欢他啊，因为我不喜欢男生啦。对呀，对不对啊？不喜欢。没错，他不喜欢男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不要客气啦。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会有人放弃大美女丁慧凡去喜欢上别人？这简直比中乐透几率还小嘛！误会总算解开啦，我的小公主，现在可以接工作了吧？为了你心情不好，你知道我们推掉多少工作？喂，向律师啊，你请稍等一下哦。打来了，喂，听可中说，你昨天晚上去找他，嗯，你可以出来吗？我想见你。为什么要来这家？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今天早上我被可中说了一顿，他问我当初那个支持你朝着理想前进的心跑到哪里去了。我想想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你记得学生的时候，你很喜欢吃学校的附近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叉烧，那个味道啊，真的好久没有尝到了。谁会这个味道啊，小姑娘？天哪！阿宝师傅，怎么会是你？看起来我煮的菜呢，试试看，是不是这个味道？阿宝师傅也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。这家餐馆啊，是他开的。真的？前一阵子我就发现了，一直想要找机会带你来，只可惜我们一直把时间浪费在政治上。这小姐真厉害了，都嚟討好你，睇嚟娶我了，那這個時間給你們中餐。好好吃哦。好啦，那你慢慢用，我先去忙。好好吃哦，雨萍，你快试试看。慧芬，怎么了？雨萍，但是他就想象是我陪伴在你身边。对不起，我们分手吧。只有我了解这心不看着，没得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人生。哦，女孩，喜欢你的花裙摆，见你告白别见外。
对不起，我们分手吧。我说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这份爱有点让我喘不过气来了。我们甜蜜的时候，就好像飞上了云端，可是过不了多久，如果好一阵子没有见面的话，你又会冷酷地把我推向地狱。我仔细想过了，你的工作很累，压力也很大，可能你更需要一个能够每天陪在你身边，听你说话的女孩。也许那个杨小姐，其实比我更适合你。我已经说过了，她不是。我知道只是个误会，只是我现在更需要的是广阔的天空。我真的不想被这份爱绊住脚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昨天晚上还为了向律师的事气得一夜不能睡，怎么说分就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本来我是没有这个打算的，可是我看他对我那么好，而且他突然拿出戒指来，我当时就突然觉得压力好大，就忍不住说出口了。要不然我现在打电话给他说不分了。不行不行，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的，要是我是向律师啊，都给你气死了。也是哦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什么都不要办，就让他因为和你分手伤心难过好一阵子，而这段时间呢，你就刚好可以好好的拍陈导的戏。这3个月后回来呢，再告诉他说，其实我还是很爱你的，他一定开心死了。哼，你呀，根本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让我认真工作吧。可是，要是这3个月的时间，他喜欢上别人怎么办呢？拜托，就是因为才3个月嘛，而且你是丁慧凡呢，你还会怕其他女生吗？再说，以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把向律师的心再抓回来的。你说的对。我觉得你这份爱有点让我喘不过气来了。如果好一阵子没见面的话，你又会冷酷地把我推向地狱。我仔细想过了，你的工作很累，压力也很大，你可能更需要一个能够每天陪在你身边，听你说话的女孩。也许那个杨小姐其实比我更适合你吧。再说什么？季先生来了，他坚持要在办公室等你，我们都拦不住他。请不要随便动我的东西。我要不是闲的没事做，我才不会看这些的。
拿来吧。还装蒜呢？我都已经知道了。那老头把遗嘱写好了，放在你这里。没错，是在我这里。不过要等到你父亲去世的那一刻，我才会公布。向律师，你真的搞不清楚状况哎！我是我爸唯一的儿子，他走了，所有财产都是我的。只要你乖乖的配合呢，我以后一样会让你当法律顾问的，上上下下几十家关系企业，够你赚的。怎么样？我还是那句老话，等到你父亲去世那一天，我自然会在众人面前公布。那你现在把遗嘱给我，我就不为难你。身为律师，我有为你父亲保密的义务。抱歉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医生说他还可以撑些日子，你好好考虑。不过我提醒你啊，有些考虑呢能让人平安健康，有些考虑呢会让人多灾多难的，你好自为之。不送。干嘛？老板，那个败家子到底想干嘛？他想了也把遗书拿走。哦，他爸都还没死哎，就已经在想遗产啦。还好你有先听季董的话，预立遗嘱，不然他们季家以后一定很惨。蜜香，下午我出去走一走，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不要打扰我。嗯。还有，帮我拿一杯水。哦，好。明，我爱你。慧凡，我也爱你。哦，雨萍。哦，慧凡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没别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人生。哦，女孩，喜欢你的花裙摆，见你告白别见外。你到底怎么了？看起来怪怪的。慧凡跟我分手了。为什么？是他跟我主动提出的。需不需要帮忙？坦白说，会分手并不意外，只是没有想到会那么难受。可聪，当年我们不要说了，当年的事情我都忘了。走啦，陪你喝一杯啊！现在最需要的，就是让你脑袋好好的放松一下。
差7块钱，我就可以存1万块进银行了。5块钱，赚到了！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有事打简讯，听不懂啊？有这，你很凶哎！我是有重要事情要找老板啦，他怎么还不回来啊？都几点了？老板很早就走啦，而且他还吩咐我们啊，没什么事不准吵他。真的假的？该不会是还在跟那个大明星约会吧？哎呦，才不是嘞！依我看啊，他们2个人之间好像早就不太妙了。啊，老板回来了！姐，吃饭。吃饭啊！你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？废话，你如果一个早上跟我一样连开了4个会，然后再打了50页的 paper， 你也会跟我一样啊？奇怪，我们老板真是的，治疗失恋的方法有很多种啊，干嘛要偏偏挑毛起来工作这一种？啊！可是我明明就跟慧凡姐讲过啦，而且她也接受啦，怎么2个人还是分手了呢？哎呀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你想想看，他们2个，一个是大明星，一个是名律师，不管是职业还是想法，都是天差地远，迟早要分手的啦。可是再怎么说，也是那么多年的感情啦，说分手就分手，难道不会舍不得吗？想想，老板真的有点可怜哦。拜托，可怜是我们这些人。你可怜他？你可怜他？你可怜他？干嘛？提醒你啊！你不知道吗？同情是喜欢的开始，喜欢他可是要赔钱的。知道啦，每次讲就讲这句，我都会背了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喜欢他妈，绝对不会赔钱，不会赔钱，不会赔钱，可以吧？看你后面，你电话啊，摘啦。喂，老板，是的，就那资料哦，有的在我电脑里面，好，我马上回去，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去上班。拜拜，去上班。我又接了一个大 case 啊，这样下去我就要爆肝了啦。帮你吃，拜拜，去上班，快。小心，老板现在在气头上，别惹他。小心你丢了工作，可是比我还惨的。哎，这块肉留给我。好，加油，姐，我爱你。怎么睡在这边？哇，那么晚了。好了，别哭了，那只是噩梦，没有恶魔。再跟你讲几遍，世界上没有恶魔。还是让我来吧。不用你管，我自己照顾。睡觉，不能再哭了。我不要，有恶魔鬼，我要爸爸陪我睡。不准再叫爸爸了，爸爸已经死了，不会再出现了。哎呀，洗抱，洗抱。没事。或许你已经学会了独立自主，学会了什么叫坚强，可是弟弟
他年纪还小啊，他现在就是要人家关心跟照顾嘛。好，来，没事哈，姐姐在这边啊。听姐姐说，姐姐小时候啊也常常做噩梦，然后啊那时候我很紧张很害怕，我会拿辣椒涂在脸上，哎，就是怕自己睡着，就是怕魔鬼跑来找我。那你跟姐姐说，你做什么噩梦啊？有一个魔鬼，他的牙齿长长的，眼睛亮亮的，还想要吃掉我。哦，那个是梦啦，那个不是真的。可是啊，你知道姐姐小时候也常常梦到这个同样一个魔鬼，他的牙齿这样长长的，然后眼睛会发亮，跟你那个魔鬼是同一个。可是姐姐都有方法把他给吓跑哦。你想不想学什么方法？做什么，我讲什么，你就跟我做一遍。好，你看哦。呼啦呼啦，嘿。好，你做一遍。你先说。呼啦呼啦，嘿。对，然后呀。两个白痴。魔鬼消失。来，你现在自己做做看。呀，魔鬼消失，是不是不可怕吗？对。好棒哦！以后啊，你在做噩梦的时候，就拿这个宝剑。刺那个魔鬼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啊，乖，那现在去睡觉啦。谁啊？